在知乎上看到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母亲从来都不快歌，而且总是轻而易举地夺走全家的快歌？问题描述中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十分糟糕的母亲形象：女儿考上大学却哭丧着脸，女儿分享快歌也狗眼相对，过年回家团圆开始翻旧账。似乎对于这位母亲而言，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她的家人，快歌似乎是种罪过。再看看问题下边的回答，从代际矛盾讲到文化冲突，都没有解答我的困惑。所以这期视频我想讲讲我的看法，如果认同我的观点，还请不要吝啬手中的点赞和硬币，因为这对我真的很重要。事实上，从国家层面而言，快歌不止有罪，还要收税。去年3月，台湾某知名喜剧演员就发视频质疑过当局收取娱乐税的合理性，并试图把单口喜剧这样一个具有娱乐效果的项目重新定义为有趣的演讲来规避娱乐税。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仍对我们这期视频有启发意义。对快歌收税，难道政府不希望我们快歌吗？是的，主要最开始是这样的。无论是海峡对岸还是中国大陆，娱乐税这个名词来源于1941年民国政府颁布实施的宴席及娱乐税法。当时正值抗战，颁布此法一是为了开辟新的税源，二是为了提倡节俭风气。虽然大陆在1966年就废除了娱乐税，但直到2012年，娱乐业仍然要比其他行业多交5%到20%的营业税。我们当然可以用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来解释这一现象，从孔老夫子的克己复礼到聪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这些有官方背书的圣人们似乎一直和人民群众作对，看到老百姓开心就浑身不痛快。用个时髦点的词，就是恶意快歌。但判定快歌是否恶意的理由是什么呢？是快歌的来源是恶意的，还是某某权威组织认定的？我想大概是后者。税收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转移支付，是通过国家的力量从富有的人转移到贫穷的人。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娱乐税看作一种快乐的转移支付，通过与金钱的相互转化，从比较快乐的人转移到不那么快乐的人。说的通俗一点，就是笑容没有消失，只是转移到了我的脸上。有人或许会质疑，快乐可以用金钱衡量甚至转化吗？当然可以，不然娱乐税是怎么收的？举例而言，假设你是一个封建领主，向你的臣民开征娱乐税，臣民的快乐一部分转化为金钱上交给你，而你收到了金钱，又可以将这些钱转化成你的快乐。虽然有损耗，但也实现了快乐的转移支付。无论是将军的恩情利滚利，还是中世纪教会的穷奢极欲，平民的快乐实际上都是通过税收转移到了统治集团那里。但和古代强制收取纸百抽十的流转税不同，娱乐税至少看上去是自愿的，是一种偏商业行为，而商业行为是相互的，既然有快乐，那就有不快乐。不光中国的圣人和快乐过不去，欧洲的圣人也是。基督教里的亚当夏娃在进行人与人的连接的时候，毫无疑问是快乐的，然后就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中世纪教会贩卖的赎罪券实际上是在贩卖不快乐，或者说是在反向输出快乐。以教皇为代表的统治集团毫无疑问是快乐的，这份快乐多到都溢了出来。但很多人认为自己犯了宗教上的罪，他们是有负罪感的，是不快乐的，所以他们要向教会购买快乐。此时赎罪券已经变成了一种负娱乐，他们的诉求是免于不快乐。教会贩卖赎罪券与其说是一种税收，更像是在提供一种服务，一种心理安慰。就像开头那个妈妈一样，如果个人不能填平自身快乐的贸易逆差，那他就需要从其他人身上收取快乐税。而问题里的家庭矛盾归根到底是这样一种快乐贸易不平衡的结果。所以为什么要对快乐收税？快乐是每个人天生的权利，却在后天不同程度的丧失。当你快乐的时候，周围可能有人因为你的快乐而不快乐，所以这些人对快乐收税，只是单纯想让你不快乐罢了。在某些让人不快乐的人看来，你的快乐本身就是一种罪过。希望大家都能拥有快乐的权利。